走进广西南宁地标三街两巷，会馆没开门，骑楼还在重建。三街更多的是商业和崭新的骑楼，金狮巷打金打银，其乐无穷。先有亭子渡，再有南宁城。走进亭子码头，网红的店铺，欧式的尖塔，在夜晚的笼罩下更显朦胧美。我是 Sherry， 我们现在在南宁，记得先订阅关注一下哟。那看到骑楼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南宁的历史文化街区啊，就是三街两巷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逛一逛三街两巷。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在你们天下，先记得订阅关注一下，走吧。看南宁的文化正在传承，历史正在重建。就是那一边。走在骑楼下面，就感觉好亲切呀，一下回到马来西亚的感觉。走。新会书院呢？新会书院呢，始建于清乾隆的初年。那其实呢，新会，大家都知道是哪里？是广东的新会，是吧？那广东的新会最出名的不仅有书院，还有什么？是陈皮。而且呀，它这个读音不读新会。很多广东人，你跟他说新会，他都不知道是哪。你要跟他说新肺陈皮，他就知道是哪里了。新会书院呢，它是属于标准典型的岭南建筑风格，青砖清水墙，琉璃瓦屋面，再加上整体的一个布局呢是三进两廊，然后呢高低错落，庄重典雅。好，既然进不去的话，我们就走走骑楼，逛逛这一边的历史风貌吧。这也是一个会馆，两湖会馆，湖南湖北的会馆，也是以前啊这个湖南湖北的商人在这边集资兴建的。808烧乳铺，这个是很出名吗？看起来是很诱人的样子。咿呀呀咿呀呀，卖嗨嘿嘿，卖嗨斜斜。南宁雍，看到骑楼就有那种老城的感觉了。走，我们去找一个城门，一个城楼，好像显示地图显示就在前面的左边。还看到了，就是找的这个苍溪门。先看一下介绍，这个苍溪门是始建于宋朝，是雍州古城的8个城门之一。1927年的时候，因城市建设被拆除了，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复建。苍溪门高7米。东西宽13米，径直深10米。包括其实我最喜欢的呀是它的这个砖，它这个砖呢用的是烧结青砖。那这个砖的话，它就营造出一种什么断壁残垣的感觉，有一种那种复古的感觉。跨过苍溪门就进了南宁城，层楼还可以上啊。另外一边的话是它的一个博物馆，周一也是闭馆。进不去了，咱们就直接上城楼吧。这也是刚刚提到是雍城，也是南宁的8大城门之一。这个好像要上到3楼哎，啊，走上来还有点累。好，我们走上了城门楼，我们围绕这个城门走一圈吧。等一下再去感受一下这个茶。这个城墙你看，哎，在这儿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老式的建筑，这个就很漂亮。通过这个角度来看这儿望过去，这个垛口望过去就很漂亮。但是对面其他那边是在修宅啊。那边不是在修，那边是在重构南宁的历史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好的，你说的对。历史是需要重建的。看起来就很漂亮。好，这边的话应该就是三街两巷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清真寺那边。肉桂，好，一下来城楼的话，我们就到了三街两巷。
三街两巷指的就是3条街道：民生街、解放街，还有一个新宁街。而两巷呢，指的就是金狮巷和银狮巷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走进南宁的这个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，去感受一下南宁的故事和曾经的光阴。进入三街两巷，首先就是一个灵公陵。那在这里呢，还有一整个南宁的一个地图，包括可以看到北门、苍溪门、东门，还有一个安塞门。走吧，从原点咱们往里走。那我们刚刚走的这条步行街呢，叫民生路步行街，感觉啊，就是全新修的，以民国为主题的一些建筑啊，看起来哪哪都是比较新兴的，就是一个传统的步行街，商业感比较强一点。那现在呢，它在这个旁边有一个万国广场、万国商场。我们从这个旁边这个小巷一直往前走，好像一直走的话就是金狮巷。就是三街两巷不是有2巷吗？金狮巷和银狮巷。好，从这个巷子一直往前走就是金狮巷。据说那边啊就有好多老建筑了。走到这边感觉就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，从商业呀一下子这个原始民居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个是什么树？感觉像槐花树一样。然后背后的话透着这种斑驳的老房子、老建筑，啊，青砖青瓦，大江。这是不是最文艺的大江？大江都开到景区了吗？咱们看一下这旁边在排队的是啥呀？这么多人吗？哦，他在融，他在验金，然后他在这验完之后，然后再称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然后这边是在收金，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，感觉他们这些店儿的话。生意还有点好，你看人气很旺啊。你这个是在修是不是？加工刚打出来的。啊，刚打出来的吗？这是啊，一个坠子加一个翡翠的佛头的样子。啊，应该加个界面，应该不是那个面儿。为什么感觉这边生意好好哦？家家都有那么多生意吗？这个是很出名吗？这一片专门收金收银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南宁是打金打银的集中巷子。金狮巷的吧？金狮巷啊？哦，就是打金的噻。狗屁！这里是叫金狮巷的吗？对，金狮巷，对吧？当然是打金打银的。那银狮巷是做什么呀？银狮巷没有做什么这么做。哦。刚刚大哥也给我介绍到啊，金狮巷以前这一片啊就是打金打银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每一家这个打金打银的这个店铺上面啊，都好多人，人气可旺了。从这个小巷子穿过去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城隍庙，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小的城隍庙。是不是？你绝对要哇一声，我跟你说。哦，这个呀。不，你首先看它是不是以为它是假的？我以为它是假的，但是我看了旁边的功德碑，下面的一个办公室的那种样子。城隍庙的这个连土地公的那个庙都比它大呀。城隍爷，哎，来这拜一拜吧！哎呀，不要言出不尽哈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庙不在大，有神则灵。所以城隍爷你好哈，走过路过来都来了，还是拜一拜嘛。确实有点小。那城隍爷还比较喜欢吃蛋黄派的。以前还会更小一些吗？没有，就这么大，那为什么不再扩大一下呢？这个黄金地段一清。刚刚那个庙祝说的，以前这个地方就这么大，然后改造之后呢，也只能是稍微修整啊，也只有这么大，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在南宁市寸土寸金，是属于黄金地段，政府不给批啊，没办法。有一个好像才54就。好，到处转转吧，从金狮巷，然后我们也往银狮巷那边走。哎，看着这上面好像有老物件，往上走，而且你看这个石阶呀，都是老的，一看就是经过岁月的侵蚀和风华的。哦，这儿有一个宋苏中永
功成人碑。哦，是他的那个衣冠冢的那个意思哈。北宋时期为了抵抗这个交趾，也就是现在的越南这个地方，然后李朝8万大军入侵，那当时的知州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人冢的主人，他叫知州苏简，率全城5万军民固守雍城，就固守南宁。因为外援不至，所以呢，在坚守42天之后呢，城被攻破了。但是呢，苏简以武艺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概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。哇，这个气概真的，哎，怎么莫名有点感动呢？以身殉国，雍州城，然后光复之后，宋神宗就追赠苏简为奉国军节度使，谥号忠勇，所以给他立了这个成人碑。英雄安息，一路走好。哎，怎么从小巷子里面又穿到主路步行街来了呢？这又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兴宁路，啊，就3街2巷的其中的那个3街当中的一个街，兴宁街。就我们刚刚去的民生街，还有一个解放街，2个巷子就是金狮巷和银狮巷。啊，你看明显的话，兴宁路的人气就会更旺一些。虽然也是这种骑楼的步行街，但是明显感觉就要红红火火，有可能挂了这个旗子挂的要多一点吧。开遍全国的，到哪儿都有俄罗斯馆。只要是人气旺的地方，一定会有俄罗斯馆。好，来看3街2巷，这边是主街，这边的话就是那种历史的南宁民居。刚刚我们看那个小的城隍庙，他说它就是城隍庙，那为什么？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大的城隍庙又是什么呢？这是总殿。好吧，城者一之城墙也，皇者一之城壕也。城司卫，皇司祭，二者皆有功于民，故民崇而敬之，妙而祀之，谓之城隍老爷。所以大家知道城隍老爷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所以其实从宋朝开始，朝廷就将各个地的护国佑民的一些忠烈之士封为城隍之神。所以这个上面的城隍之神就是这个苏简，北宋雍州知州苏简就是他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猜我这2个动作是啥意思？这是千里目，这是顺风耳。看正面的话是韦陀，后面的话照理说佛家应该是弥勒，但是它弥勒还没有修好。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看吧。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庭院，主楼的话就是城隍老爷，就是苏简，左右2旁供奉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文官武士。那么我们先从左边开始逛，这上面的字儿我觉得写的非常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用银色打底，叫天知地知人知鬼知何谓无知，阴报阳报迟报远报终须有报。哦，这边就是做的一些各个司。罚额司、公考司、巡查司、掌法司、功过司，也不是说一个人管全部。咱们求的时候一定要那个搞清楚。哎，这边，不要对神不敬，一定要有敬畏之心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这边也是各个司。好，进主殿，苏简大老爷，他们为什么不进去呢？我进去了。啊，在城隍庙的对面的话，就是邓颖超纪念馆。那也是因为今天周一闭馆，所以进不去，参观不了。太累了，我们俩先找了一家店，奶茶店，在这里坐一坐。然后顺便的话看一下明天到新加坡的一些要去的一些点。Much later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，现在我们接着又出来了。我觉得虽然说现在下着蒙蒙的小雨，但是我的精力啊已经满血复活了。从我的这种语气和情绪当中，你们都应该能感觉到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觉得这种声音都是很美妙的。好，
走，我们继续逛一下3街2巷。逛完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往朝阳路走。朝阳路呢，也是南宁最热闹的一条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在这个订酒店的时候，打开 APP 系统推荐最多人订的就是朝阳路那边。好，走吧。我在南宁朝阳路，那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是在一个中心的转盘这里。哎，我在这一直跑，小跑步。是不是在重庆待久了，就会发现这边的路好宽呐？对，我觉得它20多秒啊，完全不够。我突然看到一个打卡点，就是有超大的南宁的2个字，在朝阳路这一边。然后现在我们去找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位置，拍一张。你好，南宁。哇，这里这么多人拍照，看嘛，我找的这个地方就是好。现在在这里人太多了，根本挤不进去。那我就在这里静静的欣赏一下南宁的旧时光啊。这个拍完现场就修图啊，所以任何的这个事情啊，讲究的就是一个效率。你看啊，马上拍，如果不满意啊，再重拍，这个就是讲究效率和服务，一下子这种感觉就拉满了。10块钱一张，对吧？好，走，我们就不凑热闹了，赶紧的驶离这种人群聚集地啊，赶紧拍完赶紧走。我们现在的话就走朝阳路的左边啊，刚刚是从右边。你看这还有老爷爷在吹箫。整个南宁城啊，都笼罩在这种雨蒙蒙的那种样子里边。你看这个天气啊，就是雾蒙蒙的，雨淅淅的，整个感觉有种泼墨的感觉。Much later. 我们现在在南宁的朝阳路这边，这一条街的话是他们这边最繁华的一条街，因为打开 APP 选酒店的时候，最多人选的就是这一片新朝阳广场。你看，明显的话就是车流也要多一些了，也要繁忙一些了。前面还有印象城，还有百盛。哇，这个摩托车好多呀！天哪，全是摩托车啊！这边明显好繁华呀，啥都有了。在重庆的话是看不到这个那么多摩托车的。百盛、印象城到了，这应该是商业中心这一块儿。今天看摩托车的话，感觉在重庆这10年看的都没有那么多，好多车呀！这个一网一网的，他们的摩托车有没有可能找不到？哎，前面有一个鼓楼了。啊，它有4个大字，我在南宁，啊，这个好棒啊！前面有一个桥，我们过桥就到了。就感觉4、5点公里的话不远呀，这个骑行可能20分钟吧，差不多。向右前方骑行通过人行横道，请注意安全。要上桥嘞！摩托车都堵车了，自行车道都堵车了。山东奶油草莓便宜卖了，38一件，38一件，38一件，大哥。可以只卖2。3块钱一盒，这个是吧？也便宜。要不了这么多，好便宜哦。奶油草莓10块钱2盒，这个就很大。刚刚买的草莓，哦，好香啊！而且看起来一点伤都没有，就特别新鲜的样子，好吃哎！满满的草莓味，好甜。一会儿回去再买4盒，10块钱4盒，好甜呐！这个好好吃啊，汁水超级饱满的，然后一点都没有酸感，就是纯甜，特别新鲜，真的特别新鲜。买少了，该多买几盒。能不能直接买10箱寄回去？买到送人去吃一下。那么便宜，那么好吃，那么新鲜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。在重庆的话，草莓都是30块钱1斤的。嘿，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带你游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中国广西南宁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南宁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的亭子码头。这
这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那现在呢，它是一个集历史和现代融合为一体的重要的一个滨江景区。一到这个亭子码头啊，一看啊，这里有一个粉之都。都知道广西啊有3大粉，什么粉？螺蛳粉、老友粉，还有一个什么桂林米粉。那在上面就写着，这儿看桂林，还有那个嗦芬壳，嗦芬壳是不是广西南宁话呢？嗦芬壳是不是这样讲的？在我身后这个尖尖的像教堂一样的这个建筑啊，真的是超级漂亮。这个也是亭子码头的地标打卡之一。在这个标志性打卡点的旁边呢，这里有一家奶茶。它据说呀，这是新加坡奶茶，但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我明天到新加坡我去看一下，如果不是没有的话，我在视频当中告诉大家。好，打完这个卡，我们接着打卡去下一个。欢迎来到亭子码头。Welcome the Martina， 是不是 Martina？ 好，穿过这个地标打卡点呢，我们就往码头走，走下去应该就是码头了。亭子码头，亭子码头，这儿真的是有一个码头的，还有一些古迹和历史建筑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转一转，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历史建筑和古迹。这边广场上面就是到了晚上就是夜市摊儿，啊，卖饮料的呀，卖烤串的呀，还有卖一些什么肉夹馍、凉皮、披萨、冰咖啡、冰糖葫芦啊，爆炒肥牛啊，样样都有。Come on, go！它这里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种结合体、很融合的感觉，就是靠近码头修了一个很异域、很现代的，一种轻奢感的这种叫什么欧式的建筑，然后又靠近码头，看起来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景色。哦，它下面还有一个大的广场，但其实下面的这个广场就没有上面这个广场上面的热闹。你看这个红色的标准的网红城市的搭配色。穿过这个小的夜市街，我们往码头走一走。靠近码头的话就有点冷了，有点凉。哎，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这边没有遮挡物，看起来它就直接入云了，还是很漂亮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左右两边啊，很大的空地都是给小朋友玩的。然后比如说溜车的呀，还有一些蹦蹦，这个叫什么弹跳床的。啊，然后那边也是一些吃的。其实我觉得最漂亮是那个桥，那个桥好美啊，真的。这个叫什么桥？我估计夏天呀就没那么冷的时候，估计还是很多人在这个下边。这个码头啊是邕江的夜游码头，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坐船夜游，票价的话45分钟，成人的话是80块钱，79块钱。89块钱，多珍贵啊！上面的话，航线图都已经标示的非常清楚。你要坐45分钟的还是60分钟？去到哪些大桥，看哪些坎点啊，全部在这里标示的清清楚楚的。走吧，我们就不游江了。这个重庆的话，几条江真的是看着江啊，就是吹着有点冷。我们就顺着这个彩虹梯往上了，然后那个旁边的话，好像看着也有个中式的建筑，不知道是不是古建筑了，去看看。其实还是要站到高一点的位置，看起来更漂亮一些。走到那个亭子码头下边的话，其实看不出它的美。到晚上，你看在这个位置又有椰树，然后湖面又非常的平静，然后彩虹灯一倒映在这个湖面上面，就特别漂亮。因为整个城市的话都很有活力，很青春的感觉。那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古建筑，这是一个庙吗？叫上什么园？知识又慌了，这个是上什么园？这个3撇像弓箭一样，3撇是读什么？上什么园？五方土地庙，这是真的是一个老庙了。宋仁宗皇佑5年，1053年就有了3个小鱼符号。哦，川真的有这个字，这个字是读川，所以它叫上川园，不叫上3园。
这个字儿在五行当中它属金，哦哟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这个上川原土地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，这个庙读什么？是不是又变成了大伯公庙、八公庙？好，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带你游天下。那这一期的亭子码头就带你看到这里喽，我们继续逛南宁吧。